六密阿离这套阵容其实霸榜数据网站很久了，但是就和之前的 KDA 阿离还有上个赛季的虚空霸榜一样，其实都是有自己的一套内在逻辑的。大数据只能提供阵容要哪些牌，怎么出装，Hex 胜率如何，并不能告诉你怎么运营，阵容的强势点在哪，如何辩证等角色细节。在超粉阿离 Flex 核心玩法被公式化并公开以前，大家都认为阿离这张卡是4费支持，波比、杰等强卡也没有获得足够的重视。这也是为什么10几天前看到这套阵容登顶数据网站时，我并没有第一时间把它做成视频发出。现在6密的玩法已经在美服卷疯了，理解也趋于成熟。今天就为大家带来美服高分王者 Careless 的分享的理解。这是他近期把玩密位阿离的战绩，可以看到几乎800有分，前2率也高到离谱。6密阿离的阵容就长这个样子了，核心要素是1. 6密数卫士，4密数卫士的坦度脆如蝉翼，但6密数卫士却让前排坚如磐石。2. 阿离以及与他绑定的3件装备，开出6密后，你至少得有1张阿离，蓝 buff 和科技枪是必备的，纳什之牙是最好的第3件，但很多时候做不出来，所以它可以被替换。3. 减抗和重伤，除了阿离的神装外，你能合成减抗和重伤的功能装，防装散件溢出时优先考虑合成免卫、星之刚等提供护盾、血量、减伤等属性的装备。抗性装不是不能做，但收益相对没有那么高，因为高密位自带足够的抗性。说一下运营节奏，这套要连胜还是连败玩呢？我建议大多数有过度质量的对局中，你都优先考虑连胜的运营手法，这能保证游戏的下限，同时也能在后期拥有更广的阵容选择面。当然，你也可以拥有自己的游戏风格。如果按照常规的连胜运营手法，装备合成的优先级是启动装、青龙刀红 buff、蓝 buff 等于科技枪大于功能装日炎电刀，留密位、超粉、迪斯科3选2的体系牌预备进行摇摆。如果能在8级启动后搜到1张级以上的阿离，且能开出6密数卫士，那么就可以定这套阵容。可能这样做就没办法合成完美的蓝 buff 科技枪纳什，转而用青龙刀、电刀等替代。前排可能也会出于连胜的考量，合成了板甲，但这都没关系。装备没有做到100%，可能只有80%的实力，但是你的摇摆是先确定了场面质量再选择的这套阵容，它的牌一定是够糊的。牌糊100%加装备的80%是180%的实力，但如果你做的是阿离的完美装备，最后却找不到阿离，那你的实力也是0%。作为稳肩拍运营选手的发言到此为止，看看 Careless 的连败运营思路，没有起手质量，或者后面如果国服开始卷阿离的时候，这套思路就特别好用了。空城连败阿离，2-1到2-6吃满利息，2阶段利用 Broccoli 公式嫖2费天选，也就是1费天选在2-1使用后就卖掉的操作。如果嫖到了3阶段足够保险的优质天选，比如塞纳武器等，在不影响5连败及利息的情况下买下天选，为3阶段保险打下基础。如果买天选会影响到你吃连败，那就把它锁到野怪回合再拿。那如果没有嫖到强力的天选怎么办呢？3-1升6级，最晚在3-2就能拿到2费级以上的天选保险了。如果天选很垃圾，可能需要小弟几下，核心就是3阶段保险能连胜最好。在有经济海克斯的情况下，一般能在3-7回合拉8，并有30以上的经济搜牌。提前抢阿离和机器人，如果不太够，就得等到4-1启动。在有同行的情况下，你的经济留得越晚就越贬值。启动搜到什么程度停手呢？首先你要有一个任意的秘术天选，如果是3费以下的秘术天选，且在8人钩启动时能在无天选的情况下凑齐6秘术护卫，且经济充足，那么就可以卖掉天选搜机器狐狸的天选，否则就不换。秘术卫士单位谁先2星谁带装备，不用纠结是否在机器人身上。与6密位同等重要的是至少有1张阿离，如果没有就只能先用 EZ 卡牌女警暂替一下了。萨勒芬尼是常用挂件，3 KDA 能为全队提供10%的血量提升，配合高密位的抗性，整体的坦度提升非常大，所以是必开的羁绊。在有密位天选时会多出一个自由位，挂5费卡中的奇安娜和俄洛伊最优，其次是有羊刀或者青龙刀的情侣，再就是吉克斯的减魔抗。那如果没有密位天选，或者我已经手动凑齐了6密位，想卖掉低费的秘术天选找阿离或者机器人的天选，那么就要舍弃一个自由位了。阿离的天选羁绊 KDA 大于法师，如果是 KDA 的天选则可以不要分离，养一个情侣或者挂一个露露。机器人的迪斯科天选也可以拿，别挑，要挑的话就没了。出装理解，对于阿离来说，可合成的启动装中，蓝 buff 和纳什几乎无可替代，其他的就只能说勉强能用。除了启动，密位体系里的它就只需要一件打功能的续航装了。奥恩神器中几乎没有适合阿离佩戴的，光装备里比较优秀的有光纳什、光蓝 buff、光科技枪。
此外，光红 buff、光巨杀、光法爆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对于体系内的秘数位式单位来说，哪些装备最好呢？这里取的是机器人的数据，当然实战中这些装备优先给2星的密位单位，不用在意它们是否在机器人身上。值得注意的是奥恩装、钻手、绿甲、泳双、大亨以及镜子，这些都是密位前排不错的装备。讲讲符文，白银级的着重拿装备战力类的，先苦后甜，救援已在路上，珍藏财宝是优选。总体来看，白银级符文对阵容的排名提升都不大，所以不建议选3银城邦。黄金级的除了小伙伴吸血习性、施法防御外，也都是装备类的符文更适合。黄金级中有很多好用的战力，所以可以考虑选择带有金色强化的城邦。冷彩级的也是装备类的很强，除此之外，大买特买打气也是不错的选择。当然，如果装备足够多，巨块的血量配密位的抗性以及治疗法球的回复，也都是阵容不错的战力。说一下辩证理解，当然辩证的前提是连胜摇摆。连败肯定就冲着阿离的专属神装去了。前期我会优先合成纳什、青龙刀、电刀、红 buff， 最后才是蓝 buff， 因为这4个能转去玩卡牌，而我卡牌玩的比较熟，所以这些装备能让我在密位阿离和卡牌之间摇摆。同理，如果你的死哥女警玩的熟，那你合成红 buff 也能摇；如果你的 EZ 玩的好，那就优先合成红蓝 buff， 这相当于把版本 T0阵容密位阿离当做了一个桥梁，连通了它以及你熟悉的保底阵容。我在过渡的时候会根据已合成的装备来确定摇摆的方向，比如这把合了龙刀、电刀，那我就会同时留迪斯科和密位的基础。如果8级没搜到密位这边的天选，而是刷到了卡牌机器的天选，那我可以1秒切牌。同理，假如你的战士玩得好，那就留密位和超粉2套基础，来战士天选，后面补点装备就直接是超粉战士了。最头疼的情况来了，你有扎实的秘术卫士基础，并且也没有足够的其他体系牌，那么没有阿离该怎么办呢？那就得被迫卡牌了。如果装备刚好适合卡牌，那就得从密位慢慢转回迪斯科，哪怕给阿离出了个蓝，后面再带一张阿离就行了。被迫选女警天选的时候也是这样，将就用，装备或者强度感觉还可以就用到底，不行就来一张阿离就换。EZ 同理，如果玩到底的话，后面还要单独补个无尽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